今天是周末，咱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孟菲斯动物园有一只叫丫丫的熊猫，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了。有一些中国的网民在网上贴的视频还有照片就显示啊，这只叫丫丫的熊猫在孟菲斯动物园里头啊，给人感觉受到了虐待，就看起来瘦骨嶙峋，身上的毛都掉了，我看了黑不拉几的，躺在地上嘛，没精打采，甚至给人感觉奄奄一息的感觉。那你想一想，这熊猫在中国那是国宝，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出行都是专机。但是现在这只熊猫租借到美国之后啊，美国的动物园不但没有善待我们中国的国宝，相反还虐待它，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所以中国有一个网民还说了，说美国这就叫虐熊害人，什么意思啊？就通过虐待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来吓唬中国人民。因为当时啊，正值啊中美之间这个因为流浪气球事件，外交上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所以中国的许多网民自然的就联想起，就美国啊没安好心，就通过虐待中国的大熊猫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我那个邮箱里啊，收到好几封信，大家都希望我来讲一讲这孟菲斯动物园丫丫这只大熊猫背后的故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说句心里话，这重大新闻一个接一个，也没时间讲这种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啊。今天正好是周末，咱们就聊一聊这熊猫丫丫背后的故事。话说这熊猫丫丫按照计划原本差不多要回国了，因为这只大熊猫是2003年4月1号从中国租借到美国的，还有另外一只同行的熊猫叫乐乐，一开始租借期限是10年，后来又延了10年，那就到2023年的4月7号到期。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孟菲斯动物园就宣布啊，要启动这个丫丫和乐乐准备回国的计划。但是无巧不巧，在今年的2月4号啊，这乐乐就突然去世了。因为这个熊猫啊是从中国租借的，所以死了之后呢，美方还邀请中国的工作人员到美国去，共同来查验这个乐乐的死因。最后解剖显示啊，这乐乐啊就是因为心脏病。因为这乐乐和丫丫都属于20多岁的这个高龄熊猫了，相当于人类大概就80、90岁，所以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肾衰竭、白内障一般都有，人得的病它都会得。再加上在这个圈养期间的大熊猫每天过着处尊养优的生活啊，所以有这些有病啊，其实也不奇怪。当时美国有一个环保组织叫做熊猫之声，它是专门声讨美国这些动物园啊虐待中国的大熊猫的。他们认为这些大熊猫在美国的动物园里头啊，每天被圈养10个小时，吃的竹子也不够，所以说呢，就要求这些动物园尽早把这些大熊猫啊都还回中国，让大熊猫在它的栖息地去生活。其实美国有些环保组织挺极端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大熊猫即便回到中国，也不太可能回到它的栖息地，还不是也得在中国的动物园里待着吗？是吧？但是这些信息呢，就搬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就说，你看。美国的环保组织都说美国的这个动物园来这个虐待中国的大熊猫嘛。其实当时中国的那个赴美专家啊，除了检查乐乐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之外，又检查了丫丫，就发现啊，丫丫这个皮肤病啊是因为遗传性疾病导致的，就是因为这些圈养的大熊猫啊基本上都是近亲繁殖嘛，所以说有一些遗传性疾病也可以理解。另外一个，它整个啊它非常瘦啊，是年纪高了，肠胃消化功能变弱了。并不存在孟菲斯动物园啊虐待熊猫丫丫的现实，但是这样的信息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会发现啊，就几乎没有人听了，大家都在声讨这个孟菲斯动物园，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就过去啊，也有过类似的传言，说国外的这个动物园啊虐待中国的大熊猫，结果呢，这些当时媒体一报道，包括专家一出来说话，基本就平息了。但这一次情况就不太一样，就是这些专家的声音呢，被有意无意的放到了不太重要的版面，然后这些网民的愤怒的声音呢，给推上了热搜，而且还一遍一遍的推上了热搜。包括《环球时报》也说啊，说美国应该正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就会发现啊，就是这些中国网民高涨情绪的背后啊，似乎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的。像我们做媒体时间长了哈，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就在我看来啊，丫丫这个在中国网民中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舆论热浪啊，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因为中美之间的怎么说，外交关系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这种外交冲突之后啊，这熊猫在外交上的这种使命啊，基本结束了。
这里头要先讲一讲这个熊猫丫丫是怎么去美国的啊。这2003年，这个熊猫丫丫能去美国的孟菲斯动物园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孟菲斯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是美国的南方一个州，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啊。这熊猫之所以能够到美国的田纳西州啊，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尚木杰，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参议员。这个人呢，连续3次高票当选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后来呢，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就跟江泽民认识了。后来96年到99年，他还就任了这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正好赶上南联盟啊。当时这个事件之后，中国的网民都往那个美国大使馆里扔石头。我当时那天晚上就在那个美国大使馆门口啊，我刚进中央电视台，结果那些北京的学生往里扔石头。这个尚木杰就在美国的大使馆里，当时被围困在大使馆，玻璃都给砸破了。但是这个尚木杰其实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南联盟之后呢，中美之间都有想要修复彼此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需要。后来尚木杰就回到了美国。中国呢派出了杨洁篪到美国当这个驻美大使。这个尚木杰跟江泽民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两个人互相称朋友啊。所以尚木杰当时就跟杨洁篪提出来，他说希望能够中国再搞一对熊猫到这个田纳西的孟菲斯动物园。田纳西有一半的人是非洲裔。早年的时候他们曾经从墨西哥租过一对大熊猫到这个动物园做过展出。当时万人空巷一个60万人口的城市，1个月的时间有21万人到动物园里去看熊猫所以他们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熊猫。于是这个尚木杰就跟这个杨洁篪说，能不能搞一对熊猫到这个孟菲斯动物园。当时正赶上就是中国想要改善对美国的关系，租给了田纳西的孟菲斯动物园一对熊猫，这就是丫丫和乐乐去美国的背景。就是中国当时希望这对熊猫赴美之后改善对美国的关系。但是你回到今天这个历史使命说实在的已经结束了。最近的5年到10年，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咱不能说剑拔弩张吧，总的来说是可以说是硝烟弥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熊猫它在过去的那样一种外交使命结束了。应该说熊猫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大外宣。你可以看一下，熊猫到哪个国家去，其实背后都有极深的外交意图和背景。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熊猫第一次去美国的故事就尼克松当时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第一次给美国送的熊猫。当时全世界都非常喜欢熊猫尼克松夫妇访华到中国来当时尼克松送给中国的也有动物，但中国一直没有说还礼。尼克松的夫人到了北京之后，当天下午就去了北京动物园看熊猫，然后呢，在街上买那个熊猫的这些这个玩具非常喜欢熊猫，因为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熊猫的喜爱程度是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的。等一会儿咱们再讲当时中国的陪同人员就陪同这个尼克松的夫人一起上北京动物园嘛，就默默地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晚上回去就给周恩来汇报。后来尼克松夫妇访华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就是送行晚宴上，周恩来就突然跟尼克松的夫人讲，他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他拿着指着这个烟盒上的熊猫。当时尼克松的夫人说，我不抽烟，是吧？周恩来说，我不是要送你香烟，我是要送你们熊猫。尼克松的夫人一听都惊呆了，说真的是送熊猫吗？周恩来就说，就是我们决定送你们一对熊猫。尼克松的夫人当时就跳起来了，跟这个尼克松讲说你看这个老伴儿他们要送我们熊猫，是吧？他完全出乎意料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对尼克松访华非常重视，也想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嘛，所以熊猫就成了中国非常重要的国礼。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从来没有把熊猫送给过西方国家的，这是第一次，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然后这个尼克松夫妇回国之后呢，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为赴美熊猫挑选选美选美的标准就是说，这熊猫第一要健康，第二要长得好看，长得好看那还有标准，大家评选。所以最终在北京动物园挑选了一对熊猫，叫玲玲和星星，送到了美国。这玲玲和星星在美国的华盛顿动物园也生活了将近20年。那当时去了美国的时候，有8000名美国的
老百姓啊冒雨去迎接他，坐的都是专机啊。到了这个华盛顿幼儿园，当天就有2万人去到那儿去看呢，那这也是万人空巷啊。10几年，将近20年的时间啊，这玲玲和星星后来相继去世，美国人还给他立碑，说这个玲玲啊，本国的这个大熊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送给美国的礼物，它为几百万的游客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当时他们火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熊猫啊送到美国去的时候，那柳条框顶上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都在美国展览，老百姓都去看。你想想那受欢迎的程度啊！为什么当时中国赴美的大熊猫如此之精心之挑选，在全国范围内选美，是不是？那是因为中国急于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但是现如今，今天这孟菲斯动物园所谓的被虐待的传言，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个甚嚣尘上，也是因为所谓的中美啊关系改善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啊，其实就是虐待中国大熊猫的这些传言才可以在网上传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啊，大外宣熊猫的历史使命，你可以看到这个无数中国外交思路在这里的精巧与计算。这里我们先讲一下熊猫为什么招人喜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熊猫确确实实西方国家人非常喜欢，它可以打破意识形态。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中央电视台有一个 Facebook 的这个账号啊，这个 Facebook 的账号2011年开通的，而且发一点中国的大外宣的那样的一些评论呐、视频呐，没有人看，每期视频大概可能就浏览量就是几千，就是一直搞了4、5年，也不知道怎么搞。后来好像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放了一个片子，就是如何给熊猫当保姆，就讲到四川的那个卧龙的这熊猫繁育基地里头，人怎么照顾小熊猫。结果这个视频一上网啊，立刻就爆了，好像在1个月的时间里，它的播放量就到了1000万。这个视频直到现在啊，还有很多人每天在浏览，这个点击量已经过了1亿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啊，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熊猫，它是不分意识形态的，它是可以穿透意识形态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熊猫呢？我觉得也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啊，这熊猫啊，它长得虎头虎脑，看起来比较憨厚，人畜无害，是吧？第二个呢，它明明是一个食肉动物的长相，当然历史上也是有食肉动物啊，后来却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你想嘛，熊猫的祖先就是熊嘛。其实熊猫这词本身是说错了，它应该叫猫熊，台湾就管它叫猫熊，大陆管它叫熊猫。但是你叫熊猫的话，就听起来更萌，是不是？叫猫熊给人感觉好像是一个猛兽，但是叫熊猫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宠物嘛。但不管怎么样，它的祖先是食肉动物，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生生的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第三个因素啊，就是这个熊猫本身呢，它性冷淡，它不愿意繁育，它给人感觉它是最后一代，是吧？有软肋，不愿意给这个地球留下自己的软肋，所以呢，这越是这样的话，大家就越是喜欢它，是吧？再加上呢，它只有中国独有，又特别稀少，所以熊猫就成了人见人爱的这么一个宠物。那么熊猫呢，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外交的工具。我一直有一个看法，熊猫就是中国的王室，相当于英国的王室。大家都知道，英国的王室就是英国社会的吉祥物。大家谈论英国王室的那些事情啊，包括英国女王的葬礼呀，全世界的这些政治人物都去参加呀。其实这不就是整个英国社会的吉祥物吗？熊猫就是中国的王室，因为熊猫虎头虎脑、憨厚，然后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形象呢，又是中国政府想要塑造的中国在外界的外交形象。所以熊猫就变成了中国的大外宣的 logo。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中国建国之后这熊猫的外交历史啊。首先是刚建国之后啊，中国一开始在改革开放之前，70年代之前，72年之前啊，一共只给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苏联和朝鲜送过熊猫，其他国家都没送过。苏联呢没办法，1957年苏联这个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送给了苏联一对熊猫，当时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挑啊。但是苏联人当时其实挺无知的，那熊猫送过去之后呢，他们说这2个都是公的，就把一只熊猫给送回来了。其实中国一查那是母的，你知道吧？他们都搞不清楚性别。
后来呢，送给了朝鲜5只。朝鲜是因为同志加兄弟啊，鲜血凝成的友谊啊。但是朝鲜这国家这5只熊猫，说实在的，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你都不知道命运。我都怀疑被他们金家给吃了，你知道吧？因为熊猫到了朝鲜之后，从此就下落不明了，没人知道，知道吧？但是你看中国网民愤怒了吗？谁去愤怒啊？因为当时根本就不让你知道这些信息，对不对？所以早期中国的熊猫就是送给社会主义国家的。西方社会对熊猫的这种狂热情绪非常非常重啊，那怎么办呢？当时曾经有过一只熊猫，这只熊猫曾经想去美国，但是没去成。这只熊猫名字叫西西。就当时美国有个商人呢，灵机一动，就特别想跟中国的北京动物园讲，就用一大堆动物去换一只中国的熊猫，这样呢，如果能去美国的话，那不就很好吗？他就找了几只河马、犀牛、长颈鹿，一大堆，换了一只熊猫。这只熊猫叫西西。但是可惜，他准备把这些熊猫带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当时就不批准，不让入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当时跟中国之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立嘛，对吧？他们呢就出台了一个法案，凡是中国的货物或者经过中国的货物都不许去美国。当时2大阵营对立，那熊猫就被定义为中国的货物。结果这个商人把这个熊猫搞完之后，美国进不去了怎么办啊？他是带着这个熊猫到欧洲去旅游巡演。后来英国的伦敦动物园收留了这只熊猫，在英国的伦敦呢，它就生活了10几年。所以后来世界自然基金会啊要成立的时候，当时这基金会里头有一个人就到伦敦动物园就看这只熊猫，用铅笔画了这只熊猫的形象，大家觉得特别可爱。所以后来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大家讨论这个 logo 的时候，一致认为熊猫非常好，于是熊猫就成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现在还是。那正因为这个因素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啊，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也成为了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国际 NGO 组织。从尼克松开始呢，就中国啊开始给这些西方国家送一些熊猫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送，除了给这个美国送以外，就是给日本，因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了嘛。那当时日本的这个国民对来自中国的熊猫，那也是喜欢程度没法想象。我个人觉得，要说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喜欢熊猫怎么说呢？程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日本人。当时中国的熊猫送到日本的时候啊，日本是警车开道，有上百名警察在这个从机场啊到这个上野公园的这个途中，而且有很多老百姓夹道欢迎啊。这熊猫到了上野动物园之后啊，一开始是采用抽签制，只有抽签你才能进去看。平时的抽签的这个比例大概是1/50，周末的时候在144/1，所以很多人就抽不到嘛。最后呢改成了排名，就是你早上你来，你先排你就能去。当时那个北海道有个女的，她就是抽签抽了半年没抽到，一改成排名之后，第一个坐飞机就跑到了这个上野动物园，大半夜的时候到那排队，第一个冲进去是看熊猫。媒体采访的，当时媒体的标题就是说13个小时排队，只换来了30秒，就是看熊猫的时候只能看30秒，可见这熊猫在日本社会所受的欢迎程度啊。那么第一个阶段主要是送取决于中国的外交工具，因为当时跟美国之间要搞好关系，跟日本要搞好关系，所以呢要送给这些国家，是吧？后来呢，在送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曾经搞过那种商业化的这种借展，就商业化借展就借给外国的一些动物园啊，搞一些商业化演出，甚至有的地方还拿这个熊猫搞这个杂技演出，当时受到了国际一些动物环保组织的批评嘛。这个是在洛杉矶奥运会前后，就上个世纪80年代搞过，当时就批评，如果要是搞这个商业化的演出，其实不利于熊猫的保护，因为就鼓励你去在捕猎熊猫嘛，对不对？那么第3个阶段呢，中国政府就宣布说不能搞这商业化的演出了，同时呢也不再搞送熊猫了，就搞成这种叫科研啊，这个租借啊，这个就是说每只熊猫送到哪个外国国家里头，1年的租借费用呢是100万美元，同时呢你还必须给中国的熊猫养育计划再捐款100万美金。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这熊猫在你们国家生下小熊猫了，这熊猫也是中国的，
而且租借费呢，一个小熊猫是1年60万美元，其实挺贵的啊。但是全世界各国仍然是趋之若鹜啊，很多国家都想到中国租借熊猫，中国就利用熊猫来实现它某种这种外交的怎么说的工具吧，或者说这个目标吧。比如说奥巴马当时啊宣布要见这个达赖喇嘛，中国第2天就说那中国要召回这个在美国出生的小熊猫。其实当时这个召回小熊猫的现象挺罕见的，中国其实就是不满就召回，对吧？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当时中国跟法国谈这个核技术，要从法国转让它的核技术，刚转让完之后，中国就宣布给法国啊这个租借熊猫了。所以这一系列的你会发现，这个外交角力的过程中，大熊猫都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很多国家也基于这个原因不敢得罪中国呀。你比如说这个德国当时这大熊猫有一对生下来的小熊猫，起名字的时候啊，德国人当时就想起名叫红空，其实就是想讽刺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出的问题嘛。但是呢，最后熊猫不敢，它动物园不敢起这名字，要起这名字就得罪了中国政府啊。还有你比如说中国给台湾的这个熊猫是吧，起名叫团团和圆圆，当时台湾社会都说这熊猫统一中国呀。那你想想，你这俩名字啥意思？那无非就是你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要团圆嘛。而且当时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送熊猫了，但是对台湾采取的就是不是租借就是送，叫境内转移，是吧？所以很多人就说熊猫也搞统战呢。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中国的大熊猫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间，它远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熊猫的角色，它背后都有着这个非常重要的外交使命的。就世界自然基金会啊，曾经要把熊猫的这个濒危等级啊，从濒危降为易危，因为它这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官方，说这个数量这些年的稳步的增长，栖息地也得到了非常的好的保护，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大熊猫从濒危改为了易危。中国官员听到以后大发雷霆，为什么？因为如果熊猫要从濒危改为了易危啊，它就不那么珍贵了，不那么值钱了，也许人们也就不那么喜爱了。所以中国就非常反对这个世界动物保护组织把这个熊猫由这个濒危改成了易危。就是这个熊猫越珍贵越稀有，大家才会求着我们，求着我们的过程中间，我们就可以利用熊猫来实现某种外交主张。说句心里话，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样一种把熊猫当作外交工具的方式不太好。因为什么？因为熊猫就是熊猫，它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它属于地球的一份子，它本不应该在它的交往过程中也好流浪过程中间也好承担那么多所谓的政治使命。假如有一天熊猫就变成了我们纯粹的喜爱的动物，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心目中其实它最应该有的位置。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